行车录像拍下这惊魂的一幕：小轿车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突然油罐车向左恶意变道，小轿车躲闪不及，瞬间被挤翻，导致车内9岁的男孩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小轿车的驾驶员也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可油罐车的司机却说跟自己无关，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呢？交警又该如何去判罚？据悉，此起惨剧发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就在这天，高速交警接到报警称，在济广高速上，一辆油罐车将一辆小轿车撞翻，小轿车的一名乘客被甩出车外。来，车上有几个人？有一个人小孩，现在已经不知道有没有呼吸了。有个小孩，流了很多血，赶紧叫120。车上暂时没有被困人员。只见道路中央仰翻着一辆小轿车，车头已经完全变形，车上的玻璃全部碎裂，一名男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车上几个人？车上3个人。这是什么人？是我弟弟，然后那是我爸。爸怎么样？他现在就是精神上有点好，精神上有点。据了解，小轿车的车内当时共有3名驾乘人员，3人为父子关系。躺在路上的男童名叫小杰，今年刚满9岁，和民警说话的是小杰的哥哥。而开车的则是他们的父亲廖某，今年46岁。事故发生后，受伤的廖某被大儿子扶到了护栏外，看着身受重伤的父亲和生死未卜的弟弟，男孩一时慌了神，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在惊恐的同时又十分的无助。来，你也坐下来，休息一下啊！救护车马上到了，啊！你是坐哪个位置啊？后排，我是坐后排的。师傅，你怎么样？这里是吧？有可能断了肋骨。为了能让救护车尽快到达现场，民警立即对过往的车辆进行管控，分流疏散出一条救援通道。县人民医院是吧？看一下，极力抢救一下，看看有没有，极力抢救一下。怎么样？卧车没有。来抢救一下，真的。怎么样，医生？怎么样？令民警痛心的是，9岁的小杰已经停止了呼吸，确认死亡。随后120将廖某拉往了医院抢救。那到底是怎样的事故才能导致一死一重伤的惨烈后果呢？两车又是怎样发生的碰撞？民警立即对油罐车的驾驶员进行了询问。我在这边走，跟着一个货车是拿着货的。你走哪的货车？走哪的货车？在这条直道上啊，然后呢？然后呢，中他说他有个警车，然后后面跟着一个小车，小车跟小车过了之后呢，就打仗，我就出来了。后面那个车离我们看起来蛮远的。油罐车的驾驶员钟某向民警描述，事发时他在第2车道正常行驶，随后准备变道超车，就在他变道的途中与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而他却坚称自己在变道时通过后视镜看到了小轿车，但小轿车离他较远，所以他才变得道，是小轿车自己撞到他的车尾的。那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呢？带着疑问，民警调取了油罐车的行车录像。画面中显示，小轿车当时是在第1车道内正常行驶，而油罐车在进行变道时，小轿车与它的距离就已经很近了。随后，小轿车避闪不及，被油罐车挤翻进了中央的绿化带中，小轿车的轮胎都被挤掉了。很显然，钟某撒了谎，他当时根本就不具备变道的条件，可他却强行变了道，所以才引发了此起惨烈的事故。在变更车道之前，用眼睛的余光查看你要变道方向的后视镜，通过查看车道分界虚线进行判断安全距离，每2根虚线大概15米，车辆至少在7根虚线以上，才能保证变道的绝对安全，才能变道。更值得注意的是，被甩出车外的9岁男童小杰当时坐在后排座位上，而就是因为他没有系安全带，所以才被甩出了车外。那么这起惨烈的事故，交警该去如何划分责任呢？不久后，江西高速交警第3大队便对此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油罐车的驾驶员周某因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仅仅是因为钟某的一个侥幸，却使得9岁的男童永远的丢掉了宝贵的性命，这无疑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更令人惋惜的是，小杰如果当时系了安全带的话，很有可能跟他的哥哥一样，并没有什么事，但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而小杰的死亡跟他的父亲钟某也脱不开关系。小孩子交通意识薄弱，不知道安全带的重要性，尚且情有可原，但钟某却没有提醒儿子，这就是他疏忽了一个作为父亲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在驾车和乘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因为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带子，可以在关键时候救你的命。
最后也祝大家都能平安的出行。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看完了车祸，我们再看一个不一样的案件。你敢相信上海市中心竟然有圈养性奴案吗？表面上他是法制节目《平安上海》的股东，可实际上他却是圈养着数十名性奴的恶魔，靠着将女孩们提供给上海市高层们取乐以及代孕取卵，他从一个小裁缝一跃成为了上海最大的二房东，掌控着杨浦区1000多套商铺，获利上百亿元。更恐怖的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糟蹋了数千名女孩，其中19人被迫为他生儿育女，数十人因他强行取卵而失去生育能力。若不是其中一个女人多年来坚持上访，或许这个纸醉金迷下的肮脏世界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今日讲述当年震惊全国的上海小红楼案。上海市杨浦区一直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无论是公开发行的纸质地图还是电子地图，你都搜索不到，甚至就连外卖也无法送达。这个地方就是许昌东路632号，又名小红楼。虽然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里面却充斥着肮脏与罪恶，是无数女性用血泪铸造的人间炼狱，整整20年来鲜为人知。直到2020年12月上午，一个名为上海小红楼案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可仅仅几个小时后就被神秘力量给火速隐藏了。而它的曝光还要先从一名海归女孩的悲惨遭遇说起。2017年初，25岁的留学生陈倩从美国回到了上海，由于父亲生意失败，导致家道中落，她不得不提前放弃学业，回国找工作。四处投递简历后，当过主持人又有一定法律知识的陈倩很快就收到了上海法制栏目《平安上海》的面试通知。第二天上午，陈倩就如约来到了面试地点上海创福大厦。这是一座6层楼高、红色外墙的小楼，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陈倩却发现大厦戒备森严，门口不仅有退伍军人做保安，里面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并且不同的楼层和房间都设置了门禁，装修更是堪称无比奢华。一旁的面试官赵富强解释，因为经常有政商界大佬到访，所以大楼的保密措施才这么高。这让陈倩瞬间觉得果然低调才是最高级的炫耀，自己这是来对地方了，走上事业巅峰指日可待。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他早已踏入了万丈深渊。入职第一天，陈倩就发现了不对劲，自己的工作根本不是什么节目主持，而是和各种来访的政商界大佬陪吃陪喝，甚至领导赵富强还要求他陪睡。陈倩自然是严词拒绝，谁知上一秒还一脸笑容的赵富强就突然脸色大变，直接对他实施了囚禁、殴打和强奸，并拍下了不雅视频。就这样，陈倩被迫成为了大厦里陪睡的女公关。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她就接待了上百名客人。或许是陈倩的温顺让赵富强放松了警惕，他解除了对陈倩的囚禁。可当浑身伤痕的陈倩好不容易抓住取钱的机会跑到警局报案时，谁知办案人员却说：“你这也不严重啊，跟着赵富强不是挺好的吗？”不多时，赵富强就赶到警局，以家庭纠纷的名义撤案，带走了陈倩。逃跑的代价是惨重的，往后的10几天，陈倩被赵富强囚禁在黑诊所，每天注射催卵针取卵，并做了试管婴儿。孩子的出生也让陈倩彻底沦为了赵富强的敛财工具。而实际上，陈倩也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早在她之前就已有数十名女孩被强行取卵，这些卵子在黑市上的售价为每个1到5万元。被取卵后的女孩很多都终生无法生育。而在小红楼的6层还有14名女孩，她们被称为红楼14美，每天都负责为客人提供陪吃、陪喝、陪睡服务。可以说，小红楼里除了纸醉金迷外，充斥着罪恶和肮脏。而这个黑金王国的创建人就是赵富强。1973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一贫穷家庭，10几岁就来到上海当起了裁缝学徒。后来虽然也自己开了裁缝店，但收入也仅勉强够养家糊口。某日，他突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踩缝纫机赚的却连旁边拉皮条的理发店零头都没有。于是他决定进行产业升级，拿出全部积蓄开了2家发廊，分别叫旺旺和双双。而他的发妻杨某就成了第一个被他推下海的女人。他对妻子说：“如果你爱我，就应该去接客，为我们的家庭多付出。”就这样，在赵富强的 PUA 下，杨某勇敢下海，成为了店里的第一个小姐。此后，赵富强就以招工为由，迷惑了一大批来自农村的女孩，并采用殴打、强奸、拍摄视频等方式威胁、控制、逼迫他们下海接客。一旦有人不从，轻则拳打脚踢住院，重则直接切断输卵管，终身不孕。甚至为了彰显自己的控制欲，变态的他还在一些女孩的下体纹上了赵富强专用几个字。女孩们每次交易赚取的150元也全都流进了赵富强的腰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女孩们数量的增加，最开始受迫害的女孩也变成了管理者。她们不仅不想离开，反而开始帮着赵富强迫害后来的女孩，梦想着发大财。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赵富强就成功捞到了第一桶金。但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低级的皮条客，他想要拓宽自己的关系网，做大做强，创造辉煌。2004年，他找到了上海工商部门领导冯伯平，并以金钱和美色成功将对方拉拢腐蚀。之后，在冯伯平的引荐下，他又结识了工商所所长吴建磊。在两人的保护下，赵富强如鱼得水，开始疯狂进军商铺租赁行业。为了顺利低价抢占商铺，他还豢养了一批打手，为自己撑场面。短短几年时间，他就通过威胁、恐吓、殴打、欺诈的手段，强行以极低成本和房东们签下租赁合同，然后再高价转租的方式抢占了上海9个区，共计1300多套商铺，赚的可谓是钵满盆满。而在财富暴增的同时，赵富强也不忘拉拢腐蚀杨浦区政法系统的干部，先后结识了杨浦区委政法委原书记卢燕、杨浦区人民法院院长任永飞等人。在这些人的运作下，赵富强不仅低价拿下了大量当地的回迁安置房，还获得了近10亿的回迁补偿款和安置费。作为回报，赵富强则源源不断地向他们输送金钱和美女，双方你来我往，各取所需。而随着靠山级别越来越高，发廊这种地方实在是上不了台面。于是2014年，赵富强开了一家名为肖哥的舞蹈培训中心，作为选妃中转站。而后又买下了和区政府仅150米之隔的创富大厦，也就是小红楼。小红楼外表普通，但内部装修却极为奢华，水晶吊灯、软床沙发、欧式雕花家具和里面的肮脏活动格格不入。6楼总共布置了5个套房，其中2号房的暗门背后就是美女们的卧室，大佬们就是由此进入卧室挑选心仪的美女。为了控制和监视女孩们，赵富强在每一层都安装了至少12个摄像头，每个套房的镜子背后都是一道暗门，直通楼梯，方便人员撤离出入。此外，为了鼓励女孩们，赵富强还制定了高额激励制度，比如陪喝一壶酒奖励500元，陪唱歌且能边唱边聊的奖励600元，至于陪睡一晚则是奖励7000到1万元不等。与此同时，赵富强也开始洗白，将自己包装成正经商人。他先后在杨浦区、虹口区和徐汇区建了3座名为会吃会喝的美食城。2017年，他更是投资了著名法制节目《平安上海》，一跃成为了该节目的股东，并经常带领员工出席节目。更讽刺的是，他竟然以栏目组招聘的名义开始疯狂猎艳。前面的陈倩就是受害者之一，而和陈倩有着相似遭遇的还有本地人崔丽。崔丽原本是一名舞蹈艺术生，当时他想在出国留学前兼职锻炼下自己，谁曾想却误入了赵富强开设的肖哥舞蹈培训班，并同样惨遭性侵、软禁和暴力取卵生子。为了得到上海户口，赵富强还强行和他领了结婚证。由于长期的折磨，崔丽患上了重度抑郁和焦虑症。直到2017年底，崔丽才找准机会逃离小红楼躲了起来。赵富强为了逼他现身，先以孩子的性命相逼，而后又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散发崔丽的裸照。也正是赵富强的步步紧逼，让崔丽和母亲决定对抗到底。2018年11月开始，母女俩写下了一封又一封的举报信，向上海有关部门控诉赵富强的累累罪行。然而，由于赵富强的背景实在过于强大，举报信一次次石沉大海。直到2019年初，顽强的崔丽以赵富强的法定妻子身份再次报案，控诉婚内遭到赵富强强奸，要求离婚，案件这才得以受理。然而法庭上，赵富强的态度却无比嚣张，他全程低着头玩弄手机，时而露出不屑的眼神，恶狠狠地看向崔丽。只因他早已上下打点好了一切，但崔丽并没有放弃。当时正值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即将进驻上海，崔丽瞅准时机豁了出去，一边继续向上海有关部门提交举报信，一边在网上举报赵富强长期行贿、强奸、残害女性，并列出了数十名涉案公职人员的名字。虽然这些举报很快就在神秘力量的操控下再次销声匿迹，但崔丽还是等来了胜利的曙光。2019年3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正式进入上海，赵富强连同他的靠山们轰然倒塌，他的公司注销的注销，员工们遣散的遣散，但赵富强仍然心存侥幸地留在上海四处运作。直到5月15日，杨浦区政法委书记卢燕给他通风报信，赶紧走，马上收网了，他才匆忙带着10多名女伴逃回了老家。但他逃得了吗？显然不能。第二天，他就被成功抓获归案。最终2020年12月30日，上海高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裁定，赵富强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他背后的13名高官保护伞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17年不等，其他24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20年不等。至此，这座20年来由女性血泪铸造的人间炼狱彻底崩塌。